哎，原来所谓的老板就是吴巨兰啊！这位是瑞查德·弗雷克斯的孙子。Natürlich, du siehst wie aus. Ist eine Stannis in China. 这位是路易斯，他们家族在法国世代经营您的酒庄，到他这里已经是第5代了。Merci, bonjour. 他现在很像他的名字，王子。不是很像，热格拉斯就是王子。Thanks for coming today. One reason. I invited everyone to be here, to catch up. But, more importantly,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girlfriend, Shen Lu, to everyone. 申露 is the love of my life. I will share my whole life with her. True responsibility for Stephanie. I hope you will remember my words. 金玉细美男，江医生这么快就把人弄出来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扮金玉细美男还是玩 cosplay 啊？还有吗？嗯。我该怎么报答你？几瓶水而已，不用客气，家祸救急嘛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喝水只是你的借口吧？你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接近我。告诉你，任凭你使出18般撩妹技艺，我都不慌不乱。我根本不会对你有半毛钱兴趣的。我只是想喝水而已。别狡辩了，这么 low 的泡妞伎俩早就过时了。谢谢。回去告诉江医生，让他等着大刑伺候。
刘婶儿，我爷爷最喜欢吃你做的绿豆糕了，我明天就拿给爷爷吃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你爷爷一定会高兴的。再见。省点钱吧，省点钱。没有，你明明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呢？省点钱吧，我好多天都没吃饭。不要怼他，现在骗子这么多，谁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呀？也许是真的呢。给。谢谢。老板，鱿鱼来一串，加大。好嘞。这就是杜小林当年住的宅子，灵珠应该就藏在这里。你要设法留在这栋宅子里，即便暂时找不到灵珠，阴历15一到，你也可以感应到灵珠的正确位置。几瓶水而已，不用客气，加喝就行了。现在骗子这么多，谁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呀？也许是真的呢。哎，又是你！你住这里？我不跟你相亲，你就要傍我硬上弓是不是？就你这点小实力，还想追本姑娘？今天晚上我要住这。你休想！我在这里不认识别的人。我跟你也不熟啊。至少比别人熟。现在骗子那么多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啊？也许是真的。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我同意你了吗？难道你是江医生的病人啊？江医生，你什么人啊？弄个变态来还不接电话？你姓杜吗？不是。你为什么不姓杜？我爷爷姓沈，我爸爸姓沈，你觉得我姓什么呀？你才姓杜呢，你全家都姓杜。这间宅子是你们家祖传的吗？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买的。不对，你问我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干嘛告诉你啊？我对你没兴趣了。很好，今天晚上我住这儿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对你没兴趣，你别住这儿。我是在2楼。江医生，你介绍的人怎么这么变态？喂，你别走，别走！喂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厚脸皮啊？江医生说要来个朋友，也没说让你住这儿，你听见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喂！好吧，你住这间，我看在江医生的面子上，就留你住一步。但是，我警告你哈，可别有什么非分之想。姑娘，我可是在道上混过的，你要是敢惹我，我保准你死得很有节奏。他要敢破门而入，我就敢手起刀落。
快走，小熊看你啊！看。喂，田谈。没人啊。谢天谢地，幸好昨晚没有出什么事情。一大早那个变态就已经走了。也许没走呢，说不定啊，他这会儿还是在你家呢。哼，说不定你现在回去啊，你家都已经被搬空了。谁让你昨天不接电话的？谁知道你智商那么令人着急啊？小罗，你也太大意了，什么陌生人都敢往家里领，一旦遇上什么逃犯，先劫财再劫色，那怎么办？干嘛？防身啊！哎，说，你在这儿想干嘛？说，你有什么企图啊？哎，什么玩意儿这么响啊？这院子都整理过了。是你打扫的吧？午饭准备好了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哎，医生，好好吃啊！我以前吃的那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些才是真正的美食。哎，赶紧吃，赶紧。菜不会有问题吧？哎呀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好吃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别一惊一乍的啊！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坐下来吃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能做这么一桌子美食的人，肯定不是什么坏人，是吧？喂，你既然不认识江医生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没有说我认识江医生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跑我们小罗家住什么呀？我没有家。啊？那你的父母亲人呢？都去世了。朋友呢？我没有朋友。哎呀，这位兄弟，你脸上就写了一个字儿，惨。原来你那么可怜啊！我还以为你是骗财骗色的变态呢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你谢你我。
的电视。我的电视！你这个来路不明的变态，对我家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，你都看到了。你在造孽你还有理了？哎，被你这么一说，你做的菜好吃是好吃，怎么回味起来有一股臭豆腐味啊？哎，你不会真的下了毒吧？我早跟你说了，让你别吃了。说，这饭菜里下了什么？我只是用了井水。井水？哪来的井啊？那边有一口白色的井。那边是厕所。难道是臭水马桶？去！看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还假装帮我们整理房间，帮我们煮饭，心机可真够重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趁我们没有发飙之前，赶紧滚！你千万别再回来了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哼！我吐一会儿先。你看什么看啊？你砸了我的电视机，然后还让我们吃马桶水做的饭，还差点让我们煤气中毒。我只认识你。我才认识你。那你的父母亲人呢？都去世了。朋友呢？我没有朋友。那就让算你买回成功。喂，我们要事先约法三章啊！你想住我家可是不能白住的。爷爷正好生病了，家里正好缺个帮手。再说你还打烂了我的电视机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工了。你要认我差事，认我奴役，认我使唤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吴菊兰，你这个人长得倒是不丑，但审美的品味怎么就这么令人堪忧呢？你说你成天穿成这样到处跑，不让人怀疑你的智商都很难。现在呢，你既然要当我的小工，我就得给你换换造型，免得你出去丢我的人。换什么造型？换个我顺眼的造型啊！像你这种100年前就已经过时的造型，也就你这种奇葩会穿出来。你没有权利对我的私事指手画脚。除了换造型以外，你这个发型也要换一换。吴菊兰，门口有人找你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头发剪掉了，现在一边长一边短，比刚才更丑了。要不我行行好，帮你剪利索了吧？
你肚子饿了？谁要你那么多废话？赶紧干活去。洗衣服干嘛不用洗衣机啊？机标上说要手洗。还没干。我知道。向着思念的尽头，夜夜不休，涌入海洋心口。海的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喂，那洗衣机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让你用手洗吗？胡菊兰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爱从不占有，爱从不保留。没想到你还有点品味嘛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叫《夏夜星空海》，我最喜欢了。原来你听得见，那你还装听不见的样子，为什么不答应我？什么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怎么会用电脑了？还有那洗衣机怎么回事啊？柜子里有说明书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看说明书就学会了？没错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去干活了。阳光真好，风吹的也好，什么都好，还不用工作。果然，只要心情好，到哪都是度假。这一切真的太美好了。这种害人的东西，本来就不应该留着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不是花，这是1摞摞人民币呀！你们人类为了利益，什么都肯做。
到你，破了多少财。算了，我也不要你赔钱了，你跟我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我不能走。你不能走，你烧了我的馒头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圣母，进度还真快。你为什么要相信我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啊。朋友就一定要值得信任吗？如果朋友没有了互相的信任，那就没有办法当真正的朋友了。我愿意当那个付出信任的人。我要是不相信你，我当初就不会收留像你这样的陌生人进我家来。当初你为什么要收留我？因为我觉得你跟我一样，都是没有父母的人。你的遭遇让我感同身受，就本能的想要帮助你吧。你真的没事啊？我自愈能力超强的。什么能力很强啊？亏你还说有千年寿命，还有超能力，你总是让我担心。上回你生病，我还差点以为你要死。是吗？如果哪天我真的不在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不是长生不老吗？上回还用3幅画来刺激我，说等我变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你依然是油光水滑的小鲜肉。任何物种都是有寿命的，就连孕育生命的星球，早晚有一天也会灰飞烟灭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活不过你。100年之后，你要是找女朋友，也绝对不许找比我漂亮的。不过亮你也找不到比我漂亮的。万一我走在你前面呢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哎，呸呸呸！你这个乌鸦嘴，你怎么这样说自己啊？你得学学我，生活充满正能量。我还有好多地方想和你一起去呢。我想去周游列国，想去尝遍天下美食，或者是住顶级的奢华别墅。哎呀，我就是做个白日梦嘛，做白日梦又不用钱。其实，不是说更年期之前就可以把债务还清了吗？那样我们还是可以周游列国的呀。我明天带你去纽约。纽约？去干嘛？我们又没有什么钱，吴局长，我这存折上的钱是要还债的，你可别打开主意啊。这是 Violet， 她是吴亮亮的奶奶，在美国经商。沈小姐，我的老板在网上看到愉快宴的视频，非常感兴趣，所以想邀请吴先生专程去纽约为他表演。真的？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今天可真是好日子，想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。不过，就只邀请你一个人去啊？你是我的经纪人，当然要跟我一同前往了。一个厨子也有经纪人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不过你是顶级厨子，有个经纪人好像也不奇怪。为什么
只有我的机票。我习惯从海里走。亮亮，找我啊？我要回纽约了。啊？我奶奶想请吴菊兰去美国表演愉快宴，我打算跟她一块儿回去。你真的要回去啊？我本来来这里也是短期交流，迟早会回去的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就算我回了美国，我们还是可以经常联系啊。啊，院长还等着我过去办手续呢，我先走了。亮亮，我们美好的爱情才刚刚开始，你就要走吗？我连你的小手都没有拉过，你就要给我们的爱情下病危通知书啊？改变主意了？江医生啊，你是个好人。这还给我发好人卡，这苗头太不对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主动出击，去追求我的幸福。纽约消费高，东西一定要带够。你带上这箱行李，就算掉到海岛上，也能活好几年。我们不是还欠一屁股债吗？能省则省嘛。还需要什么东西？我来帮忙。不用，你不需要帮我忙。来，你就好好养精蓄锐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掉链子啊，说不定人家还找我们出去巡演呢。哎，给我搭把手！哎，搭把手！哎，快！哎呀！哦，哎，累死我了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明明是我和吴菊兰去纽约，你干嘛把小卖部都搬过来？谁说就你们俩去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豁出去了，年假请好，机票买好，准备跟你们一起去纽约。嘿嘿。江医生，你为了泡妞这么下血本啊？说那么难听干嘛？什么泡妞？我是追求真爱。来，我帮你们一块收拾。我在后山瑞格拉斯遇袭的地方找到了这个。你想办法搜集瑞克斯身边那几个人的指纹，连同这个吹管带回纽约。所以只要我们进行指纹比对，就知道是谁在背后害瑞格拉斯了。你抓紧时间吧。按照瑞克斯的意思，明天一早我们回纽约。是。奶奶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亮亮，我能猜到他带沈罗回纽约的用意。为什么两个最不该相爱的人，偏偏会爱上对方？爱情对他们来说，仿佛烟花绽放，最绚烂美好，也只有一瞬，在那之后，是永恒的悲伤。小罗和吴菊兰明天早晨就要去美国了。很好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听小罗说，吴菊兰是被一个什么大老板邀请去做愉快宴的。看来吴菊兰来纽约是来出风头的，还和沈罗一起同行，真是让人醋意来三啊！
这么豪华的车，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。哎，别弄坏了。哎，小罗，要不然我也改行不拿手术刀了，拿菜刀啊，给吴君兰当个男秘书，怎么样？得了吧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治你的精神病吧。哎，吴君兰呢？她不是比我们早出发吗？他走水路喽。坐船啊？从中国到美国，她坐船，那得坐到猴年马月啊！哎，你别管那么多了。哎，这纽约的风景还是跟海岛不一样的啊。真的，你看这楼多高啊！嗯。师傅，我们直接去旅馆吧。对啊，我们先去旅馆吧，其他的地方我们以后再参观。我们行李挺多的，你们就住这儿。我们住这儿啊？是啊。哇。亮亮 ，surprise！ 嗨，没想到我也会来纽约吧？开不开心？高不高兴？激不激动？你把海岛的小卖部都买空了，谁不知道你要来纽约啊？我提早1班飞机过来，就是来给你们做一些准备的。走吧，上去吧。嗯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要密码的，密码是小罗的生日，方便你记。我？哎，那你来，小罗，来。开啦！哈哈！哎呀！哇！这么豪华的房子，哎，住1天的费用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吧？啊？我想知道这个住豪宅、坐豪车的钱是谁出啊？当然是老板出啊。哎呀，这排场也太大了！我要早知道住这儿，我还带什么方便面、榨菜啊我。小罗，你跟吴菊兰住楼上，江医生就住楼下的客卧。哎。对了。你奶奶的老板呢？这么高规格的接待，我们得好好谢谢他。他在忙，反正你们先休息休息，等傍晚吴君兰来的时候一起吃饭。嗯。啊，对，小罗，你休息休息，倒时差啊。我跟亮亮正好过我们的2人世界。你要干嘛？亮亮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奶奶的老板靠谱吗？怎么了？哼，怎么了？谁会请一个厨子住这么高级的地方啊？而且开门的密码还是小罗的生日，这件事怎么想都觉得奇怪。该不会是什么跨国的人贩子，看中了我和小罗的美貌，这千里迢迢把我们从中国骗过来吧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哪个缺心眼的人贩子会摆这么大的排场来拐你？早就亏得血本无归了。怎么就亏本呢？多少也得赚点。放心，
我奶奶跟她的老板工作了一辈子，对她的为人再清楚不过了。啊，那就好。现在正经事说完了，咱们说点不正经的吧。想不想跟我浪漫一下？我没想到你这么主动啊！去换件衣服。我们已经到纽约了，你呢？小罗。于居兰，你游的还真快啊！如果不是受伤的话，还可以再快点。我打给亮亮，老板约我们今天晚上吃饭呢。喂，亮亮。请你转告你的老板，今天晚上我要和沈罗独处，请他自便吧。这么准啊？在我眼里，没有人比你更准。对了，待会儿啊，我们回到住的地方，你可别千错万错了啊，那地方可奢华了。这个是可以的。这是指纹鉴定报告。除了毒剑上的指纹，我还搜集了沈罗、江义胜、周不文、周不言、朱一样的指纹。但是这个报告上显示，毒剑上的指纹跟他们的指纹都不一致。也就是说，暗算吴菊兰的不是他身边那几个人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吴亮亮在你袭击吴菊兰的地方找到了毒剑，这是留有你指纹的鉴定报告。吴亮亮他们是不是知道是我做的了？我已经从邮差手中把它截下来了，你应该不会暴露。谢谢老板。你别再自作聪明了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这样。是，下次不敢了。再有下次，你知道后果。不会有下次了。这已经是第7本了，你到底还要听多少故事才能睡着啊？就这一本，最后一本好不好？这本我读过，安格内特和人鱼。安徒生、人鱼，那不是海的女儿吗？海的女儿说的是女人鱼的故事，这本书讲的是男人鱼的故事。原来安徒生也写男人鱼的故事啊！这故事里面讲的是什么？故事讲的是有一个金发的男人鱼碰到了一个叫安格内特的少女，后来2个人相爱了，并生活在了一起，他们还生了很多孩子。可是最终安格内特无法放弃人类的生活，最后还是离开了人鱼。你又不是金发人鱼，我也不是那个安格内特，反正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没那么敏感。
说起人鱼嘛，现在女人们夸一个男人身材好，都喜欢说他有人鱼线。你知道什么叫人鱼线吗？这么大的房间只有一张床，要不勉为其难跟你挤一挤吧？你是这里，我是客人，这就说什么？无居卵，真是个木头。抱歉啊，老板今天还是没有时间见你们。不急，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们巴不得多住几天呢，就当度假了，对不对？好。亮亮，今天咱们去哪儿玩？小龙，今天我带你出去转转吧。好呀。我来之前换了600美金，我们1人1半，你可别帮我省着啊！我们难得来一趟，得好好玩嘛。吴菊兰，你还真的拿小罗的钱啊？男人给女人花钱很容易，但男人要想花女人的钱，是需要很大魅力的。你吃软饭还有理了？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？我的钱都是跟吴菊兰一起赚的，我的就是她的。哦，亮亮，那以后我赚的钱也给你花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吃你的饭吧。哎，吃完出去玩去。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中央公园，它建于1857年，是美国第一个景观公园。我们住的公寓就在那里。我听亮亮说，只有很有钱的人才能住在这儿，看来 Wallet 的老板可是富可敌国啊，否则怎么连个厨子的接待规格都这么高？你说他的老板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？依我看，可能是一个连路都走不动的干瘪小老头。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人感兴趣？你知错啦。是啊，我沈罗颜值那么高，说不准那个老板会看上我呢。谁说Wallet的老板一定是个男人？说不定是个女的。饭准备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晚上Wallet准备了个酒会，邀请我们去参加，正好见一见他们老板。那我们得赶紧回去准备一下，走吧。小罗，无论我以后发生什么，你要记住，我爱你。怎么样，穿这个去参加宴会行吗？受邀的人是你，我只是陪衬，穿什么都一样嘛。出席宴会时身着正装，是对主人的尊重。难道要去买件衣服啊？纽约东西那么贵，我可不想把钱花在一件晚礼服上。小罗，亮亮，这2位是？这是老板给你请的造型师，你就放心把自己交给他们吧，保证让你脱胎换骨。
老板想的实在太周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天天都很美，好不好？娜娜，你今天可真漂亮。你是不是对我施了什么巫术？我的心都被你偷走了。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巫术。哎，小罗，我就来。怎么样？这就是你奶奶准备的小酒会啊！今晚对她很重要，老人家很注重仪式感。你应该庆幸，因为时间有限，她邀请的客人也很有限。如果再多给她几天时间，我估计连非洲部落的酋长都会请过来。对了，你们老板在哪里？老板叫 Regulus， 是拉丁文，意思是王子。奶奶等下会介绍他给你认识。大头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我刚刚升任了全球副总裁，这次是 Violet 女士邀请我来参加。我们可不像有些人，千里迢迢赶来，只不过是伺候人家吃饭来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？我们也是受邀的客人，好不好？吴俊良今天蛮帅的。啊，别误会，我说的是西装。不过这套西装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哦，喂。玩得开心。一会儿做饭的时候小心点，弄脏了赔不起。小罗，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，一会儿做我的舞伴吧。我不希望你跟一个厨子跳。大头。今天我邀请的客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有合作了上百年的老伙伴，也有正在拓展亚洲生意的新搭档。我们的合作涉及很多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像 Violet 那么聪慧优雅的女士，也会在他面前承认吗？正如我之前告诉大家的，我的家族只是替我的老板经营生意。现在我向你们介绍我的老板 Regulus。Good afternoon, everyone. 哎，原来所谓的老板正是吴菊兰啊！这位是瑞查德，菲克斯的孙子。Natürlich, du siehst wie aus. Ist eine Seine. 这位是路易斯，他们家族在法国世代经营您的酒庄，到他这里已经是第5代了。
Maxi Linju。他现在很像他的名字，王子。不是很像，热格拉斯就是王子。Thanks for coming today. One reason. I invited everyone to be here, to catch up. But, more importantly,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girlfriend, Shen Lu, to everyone. 小王，笑一下。Shen Lu is the love of my life. I will share my whole life with her. True responsibility for Stephanie. I hope you will remember my words. 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刚才没有看出来吗？啊？我精心准备这一些为了什么？我就是为了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我周不文比吴君兰强。可是结果呢？结果我就是个笑话。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，我连只蚂蚁都比不上。可是哥，谁也没有想到吴居兰会有这么大的来头。是，谁都没有想到。我现在就像回到了小时候。他们把我写完的作业扔进厕所里，往我脸上吐口水，把我吃的盒饭拿去喂狗。不管我怎么做，怎么努力，没有人在乎，没有人尊重我。哥，根本就没有人不尊重你的。你看不出来吗？你看不出来他们刚才在嘲笑我吗？他们在嘲笑我。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，哥？我没有敏感。我告诉你，周不文永远不会忘记今天，永远不会。亮亮，你今天真漂亮，一辈子我都看不够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今天发生的一切就跟做梦一样？没想到这个吴居兰隐藏的够深的呀！啊，我们大家还以为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穷光蛋呢，没想到人家竟然是一个家财万贯的大 boss。哎，你看今天。吴居兰也跟大家介绍了小罗，你说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找个合适的机会，把我介绍给你父母和奶奶呀，也让我闪亮登场一下。他们很忙的。没关系，他们忙我不忙，我可以等他们。江医生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能还没有到可以见家长的程度。这个，对不起。嗨，这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没事儿，我再加油，努力。连小罗和吴居兰两个木瓜脑袋都修成正果了，咱们凭什么落他们后面，对不对？
太可能我心太急了吧，手都不知道放哪儿了。我放兜里。难怪这套公寓的密码是我的生日，是你特意设置的吧？这房子你以前住过？不过每隔20年，他们会帮我换一次身份证字，再帮我装修一次房子。这里除了书架上的书以外，都看不出以前的样子了。欢迎回家。回家？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。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没有送你生日礼物，这个算不是你的礼物。什么？送给我？我当时买它的时候，这里植被茂密，人烟稀少，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你还喜欢吗？我的脑子好像还有点没转过来。看着以前被我包养的人，现在变成了一辈子我也包养不起的人，感觉真的很奇怪。吴菊兰，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，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我只不过是那1/1000，而且还是最弱小的1/1000，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，也觉得这样的你让我感觉好遥远，好陌生。你不是我的1/1000，你是我的全世界。你知道，我在别人面前不得已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虽然有些改变，但是你做的事让着我感动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改变，你不喜欢这里的话，我可以。不，我喜欢。傻子才会嫌钱多呢。只要是我男人送的东西，再给我的敢收。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其实都已经做好勤俭持家的准备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土豪，我现在成米虫了。你永远那么可爱。一直到遇见你，在最美年轮一纵一横，不平凡一点换不得转弯。再看我的房子，可以去见证，所有爱终有了回声。你的真实情况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没有想到会遇到一个我想要守护一生的人。那你也可以告诉我吗？非得大老远的把我弄到纽约来，还骗得一愣一愣的。要不是我把你带到这里来，你会相信这眼前所有的一切吗？就算是亲眼所见，还是觉得有点难以置信。今天晚上，我好像童话故事里面的灰姑娘，穿着礼服去参加王子的宴会，等午夜钟声12点响起，我就会被打回原形。
我可以很认真的告诉你，你不是灰姑娘，这一切也不是魔法，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就算是童话，我也想一辈子都生活在童话故事里面。哎，吴巨兰，你刚才都在大家面前宣布我的身份了，我是你什么人啊？你当然是我的女人了。几句甜言蜜语就算了吗？没诚意，你得在行动上有所表示。你想我怎么表示？我们人类可不像动物那样秀秀嗓子、秀秀羽毛，在姑娘面前绕几圈就没事了。我们得……居兰，就算你是一条鱼，都活了1000多年了，也该懂点人情世故了吧？娘，给我喝一个。嗯。好。那间酒吧是我们以前最喜欢住的地方。我想你的时候，我就会到那边喝一杯。你不会告诉我，你今天在那边出现，就是求我的。你想多了。你每次口是心非的时候，你都不敢直视别人。你真打算这样别扭的过着是吗？去找一个你根本不爱的人当你的男朋友，3更半夜还出来借酒消愁。你凭什么管我私事？就凭我还爱你。爱你。新鲜的水果沙拉来了！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鬼鬼祟祟的。我问你啊，我有个朋友，
她跟她男朋友已经确定关系很久了，不过都没有接吻，这样正常吗？你跟吴菊兰都昭告天下了，你们还没接过吻啊？不是我，是我朋友。快说，这种关系正常吗？当然不正常了，你要暗示他、挑逗他呀，正常男人都招架不住的。怎么暗示？怎么挑逗啊？这还要我教你啊？再说，我也不会挑逗男人。你快说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哎，亮亮约我出去吃早餐，我呢就不在家里吃了，不影响你们过2人世界，约会去喽！索吻第1招，故意把食物粘在嘴上，撅起嘴唇，露出撒娇的眼神。仰卧起坐，借每次坐起来的机会，用嘴唇靠近对方。怎么突然想做运动呢？因为一来美国西餐吃多了，我肚子长了，我怕你嫌弃我。那你这嘴到底是怎么了？不是约了下午见面吗？怎么一大早就把我叫出来了？哎呀，小罗和吴菊兰2个人在家里甜甜蜜蜜的，我一个电灯泡待着多难受啊！再说了，我昨天不是说要加油，让咱们俩的感情迅速升温吗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小罗。什么？我教你的方法全都不管用？那肯定有问题啊！吴菊兰就是有问题。怎么办？有病就得治啊，得吃药。亲爱的，我特地为你调了一杯鸡尾酒，这酒的名字叫做炽热的欲望。看他的样子，应该叫世界末日才对吧？人家第1次调鸡尾酒嘛，难免手艺不佳，不过心意却是满满的。你难道不领情吗？为什么有股怪怪的味道？哎呀，别挑3拣4了，你把鼻子一捏，一口干了，保准你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。吴菊兰，我想看那本《南美人鱼》的书，你帮我找出来好不好？你等等。我要吃披萨。嘿，亮亮，玲玲，
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。算一算，我们大概有2、3年没有见面了吧？对啊，似乎毕业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对啊。哦，这位是？啊，你好，我是亮亮的男朋友。我的天哪，亮亮，你的口味变了。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你喜欢的类型。我这样的类型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英俊果敢、帅气机智、幽默风趣，亮亮就喜欢我这些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我现在得马上回去，回头联系你们。好的，保持联系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敢质疑我，被我噎得哑口无言了吧？怎么了，亮亮？是不是累了？走走走，咱们前面坐会儿去。哎，咱们到这儿坐会儿吧。啊，来，哎呀。你真打算这样别扭的过下去吗？去找一个你根本不爱的人当你的男朋友，3更半夜还出来借酒消愁。亮亮，你的口味变了。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你喜欢的类型。杨医生，其实我选你做我的男朋友。当当当，香鱼糕，你最喜欢吃的。我告诉你，纽约买不到啊，我千里迢迢特意从国内带过来的。哼，哎呀，有点压扁了，但是味儿不会变的。等等啊，再配上一杯热热的红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学老外啊，喝那些冰水对身体不好，你得喝热热的红茶。来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找我当男朋友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你对我好。那当然了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来。不是连这个都不管用吧？你是说你在我刚才喝的酒里加了东西？对啊。可是你这个木头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是不是量不够？还是你根本……人类的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作用的。电话有我重要吗？喂，老板 ，Wallet 约你们去喝下午茶，车已经在楼下等了。好。Wallet 约我们喝下午茶，司机已经在楼下等了。你换下衣服，我们走吧。我这次来美国呢，还想去纽约的公共图书馆看看。哎，我听说那里收藏了很多精神科的藏书。虽然我英文还不错吧，但要看那些专业书肯定看不懂，所以，请你帮我翻译翻译一下。我很乐意。嘿嘿嘿。
谁的电话？怎么不接啊？喂。喂，亮亮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，我必须要见你，我在老地方等你。喂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有点急事，要先离开一下。什么事这么着急？亮亮，那我在图书馆等你啊。沈小姐，我代表我的家族欢迎你。谢谢，不过你还是叫我小罗吧。好的，小罗。对了，你既然帮吴菊兰管理资产，而且又是乌亮亮的奶奶，所以你也是。我也是女巫，不过女巫也不是什么神秘职业。我们大部分人的身份都是科学家、医生和药剂师，所谓的巫术只不过是一些科学手段罢了。我们的家族世代都为 Rex 服务，还致力于鲛人的研究。说起研究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吴菊兰她到底是人还是鱼啊？虽然被叫做人鱼，但它们和海豚、鲸鱼一样，都是胎生，并不算鱼。在人类的传说中，东方称之为鲛人，西方称之为人鱼，都离不开同源的人。从基因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人类和鲛人的确是同源的。只不过在进化过程中，你们选择了陆地，而我们选择了海洋。为了适应在各自环境下生存，我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进化。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。你们人类虽然登上过月球，但对地球却知之甚少，因为地球71%的面积都是海洋。林肯，吴菊兰，你竟然跟林肯合过影？我的朋友可不只有林肯。左边这个是爱默生，他是确立美国精神文化的代表人物。右边这位是摩尔斯，著名的摩尔斯密码就是他的杰作。吴菊兰，你身上到底还有什么惊喜我没发现啊？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我，可以看看这个。这个就是白衣涵吧？长得是不错，不过颜值跟我比略差了一点。对了，书上说鲛人在哭泣的时候，眼泪会变成珍珠，是真的吗？好像是真的。好像，连你都不知道啊？你以为我们会像你们一样，想哭就能哭吗？人类跟海豚一样，鲛人却和猿猴、鲸鱼一样，没有泪腺。没有泪腺？那怎么会哭出珍珠呢？我又没哭过，怎么会知道呢？但我听族里的长辈说过，我们只有伤心到极致才会落泪。我还没有体会到那种感觉。
吴菊兰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海盐茶，喝了它会让您舒服点儿。谢谢。瑞克斯在每个月的15必须要回到海里去。虽然他能长期在陆地生活，但毕竟海洋才是他的家。哦，那是不是就像一块电池一样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回去充电一次？可以这么理解。如果他不回去的话，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。上次15，难怪你无声无息的消失了。明天就是15了，明天下午3点，我会准时到公寓接您，送您回海里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找我，到底有什么要紧事？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古希，你不能如愿了。我们分开的这些年，我试过很多办法，曾经喝得酩酊大醉，也去看过心理医生，甚至我还强迫自己去和不喜欢的姑娘交往。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感情。知道这些年，那又怎样？你有你的目的，我有我的宗旨。如果我愿意放弃我的目的，别说你也曾不勇敢，别说已注定了的，就算烟火短暂，美得不留遗憾。我已经做决定了，我会让我爸爸入土为安。明天早上在圣巴巴拉教堂，我要为他办一个葬礼。我希望你和你奶奶一起来参加这个葬礼。你要放弃灵珠？别说你也曾不勇敢，别说已注定了的，就算烟火短暂，美得不留遗憾。别说你也会有孤单，别说未来总能计算，也许相遇终究分离，但却拥有褪色的回忆。先生，有预定吗？这个，请走吧。很普通这样的。好看吗？喜欢的。你昨天看沈罗穿这套的时候，不也觉得特别好看吗？不是裙子的事。你是嫌我昨天晚上受的侮辱还不够是吗？不是就去换掉。
刺激你的根本就不是这条裙子，而是穿裙子的人。亮亮把射伤您的剑拿去鉴定，鉴定结果显示，您身边的人都没有作案可能。我不放心，又找了鉴定中心的朋友查看电脑记录，发现全没了。这么说，之前拿到的鉴定结果应该都是假的。真正的鉴定结果，可能指向沈罗、江义胜或者其他几个人中的一个。绝对不会是沈罗。也不可能是江医生。周不言和朱一样没有这么大的胆子，他们知道的也不会这么多。唯一有可能的，就是周不言。亮亮，哎呀，你总算来了，不过你来晚了，图书馆都快关门了。要不然，咱们直接吃饭去。图书馆改天再去。你上次说了的啊，你要带我去你最喜欢去的那家西餐厅。走走走走走。怎么了？江医生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你真调皮，跟我开这种玩笑，以后不许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啊？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不是早上还说你之所以选我当你男朋友，是因为我对你好吗？就是因为你对我好，我利用了你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别人，我只是把你当成忘掉他的工具。我不相信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，月亮？张医生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我不能再继续骗你，骗我自己。亮亮。不就失个恋吗？医生，你可别吓我啊！这女人多了去了，一个不行回海岛，我再给你找一个啊！我跟你说话呢。江医生，你怎么了？他呀，失恋了。唉，要我说你啊，你早该放弃了。我们就回去等着喝亮亮的喜酒吧，祝福她找到一个好老公，幸幸福福一辈子。不行，我做不到。这才是你嘛！我从小到大和你一起长大，没看你对哪个姑娘那么用心的。既然这次是真动情了，就应该坚持到底。反正吴亮亮还没结婚，你总是有机会的嘛。对啊，只要亮亮没结婚，我就有机会啊。嗯。我决定了，我是不会放弃亮亮的。我得洗个澡，收拾一下。小罗，那个，明天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请你一起吃个晚饭。小罗没空。我刚才是在跟小罗说话。
小罗，小罗是我的女朋友，明天晚上我已经约了她，而且这里是我的家，并不欢迎你。OK， 那你方便再打给我。我跟小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没有道理我约他吃个晚饭，还要经过你的允许吧？李居兰，你不觉得你今天这样对周不文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林小姐，他虽然是你的情敌，但也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啊！你也别把大家的关系搞得那么僵嘛。哎呀，我们人类之间的人情世故，你是不懂的了。是你不懂，我有预感。周不文这个人有问题，我之前多次在岛上遇险。你怀疑他呀？不会吧？大头这个人虽然表面上油嘴滑舌的，不过他这个人还是挺好的呀。你别太敏感了。哎呀，吴君兰，我的小心眼王子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嘛。不过，我喜欢你为我吃醋的样子。丹丹，我有话跟您说。说吧。安子决定放弃林中。